看过上期节目的朋友，相信都已经认识不同螺帽、螺纹尖的螺丝都是干什么的了，发明顺序谁先谁后，谁更好用，以及各自都用在什么材质上，偏理论部分。今天我们这期偏应用，讲如何用合适的扭矩拧螺丝，避免拧花。往不同材质上拧螺丝要注意什么，以及螺丝如何选和如何收纳。先说最重要的滑牙，也就是如何避免拧花螺丝。不管是手动还是电动，其实都会拧花。电动工具相对更容易发生些，特别是大扭矩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手钻扭矩设置的过大了。超大扭矩下，螺帽小点的螺丝在材料较软时会直接导致螺丝嵌进去。拧入材料较硬，当螺丝无法继续前进时，就会出现拧花的现象。所以设置合理的扭矩很重要，但每个手钻的最大扭矩不一定相同，搞不懂档位选哪个没关系。我们从小到大来，黄金分割的比例是 0.618， 避免扭矩过大，我们可以反过来，从 0.3 开始，也就是逐次递进1/3，先调到1/3，看看螺丝拧到哪种程度，没到位就剩余档位再增加1/3，等到螺丝差一丢丢齐平时再加一个档位就行了，直到螺丝与材质齐平。然后无论电钻拧还是螺丝刀拧都拧不动，此时电钻还发出的声音最为合适。这个哒哒哒是作业强度达到了设置的扭矩，电机避免过拧的空转保护，自然不会出现拧花问题。这样就找到这枚螺丝在这个材料下的恰好合适的扭矩了。实际操作时这个过程其实很快，组装东西时螺丝规格大都一样，这个扭矩设置一次就不用变了。这也是上期我为什么说检验一个师傅的水平如何，完全可以看一下他怎么拧螺丝的。如果是这种，那就是扭矩调很大蛮干的，拧完的螺丝要么陷进去，要么是花的。像这种才是专业老师傅，既完全拧到位，还不拧花螺丝，也不会破坏材料。不知道选哪种手电钻的可以看这期。电动的扭矩是靠档位调节，手动拧就是靠螺丝刀的长短了。都知道越长越好发力，所以长杆对应的就是大扭矩。所以微型螺丝、小螺丝就不要用杆特别长的螺丝刀，哪怕它也能拧动，要用小号的微型螺丝刀，这样才可以防止过拧导致拧花。乱用大小号螺丝刀就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刀头和螺帽型号不匹配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下个要说的。这是普通螺丝刀拧微型螺丝，这是微型螺丝刀拧微型螺丝，明显能看出来前者很不匹配。标准的螺丝刀和劈头都会上面标注它的型号，以常见的 pH 为例，后面的数字代表尖钝程度，也就是锥度，有点尖的是 pH 1，看起来明显钝的是 pH 3，介于中间的是 pH 2，还有微型的 pH 0、pH 00和 pH 000。用大号拧小号螺丝，小号拧大号螺丝都会容易导致拧花。用微距镜头可以看出来， pH 1插在 pH 2里还有很多缝隙，非常不稳，一晃就掉了。扭矩大的时候自然容易滑牙拧花螺丝，而 pH 2拧 pH 2就严丝合缝，舒舒服服的。而赠送的这种螺丝刀大多都是 pH 1，拿它拧微型的 pH 0和 pH 2都不匹配，自然容易打滑和拧花。市面上 pH 2螺丝比较多一些，所以买个品牌的 pH 2 PZ2 的螺丝刀和劈头拧螺丝会舒服特别多。另外螺丝软和刀头软也会导致滑牙，所以螺丝刀和劈头建议买 S 合金钢的， S1、S2、S3 数字越高越硬越耐磨。螺丝的话，你搜规格的时名字上带上国标俩字，选标题里也带国标的，满足国标的硬度和精度都好很多，一般也都是一些老厂。同样规格，非国标的开槽质量深浅和螺帽大小和国标能差很多，所以看师傅用的螺丝刀劈头质量和 pH 型号，不同螺丝会不会换劈头，一样也能看出他的经验水准。再说下如何往不同材质上拧螺丝，先说往木头上拧。不管是实木还是生态板，老手拧螺丝之前通常都会用细钻头先钻个孔，这叫做预钻孔。这么做有很多好处，一是大部分人都知道的，在边沿时可以避免开裂。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结果，但没人说清原理。这里我来给大家啰嗦下，因为木纤维是一条一条竖向的，竖着的力非常容易把它们分开，所以劈木头都是竖着劈嘛。我用挂面代替木纤维模拟一下，没有预钻孔时，螺丝是弓钻硬几个缝过去的，竖向的木纤维自然非常容易被尖锐的钻头挤开剖开，形成开缝。预钻孔则是破坏了这部分的木纤维，再拧的话，螺丝是穿过去的，自然不容易开裂。理解了原理就明白为什么带尖带槽的这种螺丝不预钻孔也不那么容易开裂，因为它开了槽，体积少了一部分，攻入时同一时间作用到的木纤维就少，
破坏力相对小很多。再加上断掉的螺纹这里旋转时也会切断木纤维，提前给后面更粗的螺纹做空间，所以开裂情况相对会好很多。密度大点的木料不预钻孔有时也可以。也有的木工螺丝顶部会有额外的刃和断螺纹，也是一样原理，拿来破坏木纤维用的。如果你手头没有钻头，又不是木工螺丝的话，可以用锤子把螺丝尖敲一下，把它敲钝，一样也能缓解开裂。预钻孔的第二个好处很重要，那就是它可以让两层木板固定在一起时更密合。但前提是你要预钻孔钻到第二层板才行。第二层板没孔时，螺丝和它接触后找不到螺纹，肩部要顶着它钻来攻螺纹。相对第一层板来说，它就是顶着它离开的。而有孔后，螺丝肩部直接就进入到了木板内部，少了非常多向前顶的力，能很快从螺纹开始生效，变成螺旋钻入。咬紧后，相对第一层板来说，就是把它拉过来，这样就实现了让彼此更密合。实际的应用场景就是我把橱柜柜体和侧板固定一起时，预钻孔后柜体会拉进侧板，而不预钻孔它是往外顶侧板的，所以有没有预钻孔区别很大。如果你没有预钻孔的钻头也有办法，你用夹具把二者夹紧就可以了，自然顶不出去。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老师傅都知道，就是把螺丝退回来再拧，然后再拧过去就神奇的贴合了。这个道理仔细一想就能明白，因为刚才已经顶出来类似预钻孔的洞了，你退回去再拧就和预钻孔一个性质。另外，预钻孔还提前规划好了钻入的线路，保证螺丝拧入行径和钻孔一致，不会拧歪。提前钻了孔，还可以把螺丝都插上面，拧着更省事儿。还有就是硬木料拧入螺丝需要特别大的扭矩，提前钻孔也能减少受到的阻力，不然扭矩小点的电动螺丝刀都拧不动。预钻孔后就能拧下去了。然后是如何往金属上拧螺丝。上期说过了，这种尖头像钉子一样的是金属专用的燕尾钉、燕尾丝，但金属表面太滑不好定位，钻之前可以把它当钉子敲个坑，这样就不打滑了。但这就会需要带个锤子，所以老师傅都是带个这个东西，叫中心冲，它就是拿来冲击坑定位用的。用钻头钻金属时也会需要它。之前木工钻头那期结尾说要讲一下钻金属，后来觉得适用人太少，估计没人看，那今天就顺带说下。给金属开孔的钻头大多是用含钴的麻花钻，它也可以钻木头、钻塑料，属于通用钻头。金属钻金属时，钻速不能快，要慢，越慢反而效果越好。因为作业时是钻头的刃在切削金属，你转速快了，温度会很快升高，高温就会导致刃软化、卷刃，钻到后面都成圆的了，就完全钻不动了。所以慢转速就可以避免顶端发热，较厚材料钻太久也会发热。或者想高速钻的话，那你就加点水、润滑液、切削液辅助着降温就行了。除了慢转速以外，钻金属也要大扭矩，这样才能保证低转速下也有足够的切削力，开孔速度也不会慢。材料很厚或者洞很大的话，要先钻小孔再钻大孔，因为大钻头直接钻的话接触面积太大，发热和作业压力都会很厉害，难钻又慢。而小钻头面积小就好钻很多，钻出来洞后既能定位，也减小了后面大钻头的接触面积。最后是收纳。先说个临时的，手钻上面可以用热熔胶、纳米胶在不碍事的地方固定几个这种小磁铁，这样你拆下的螺丝就可以临时吸在上面，就不怕丢和掉了。一次拧很多时也可以先吸上面，不用手里老拿着。缺点就是不锈钢的吸不住。如果是所有螺丝的收纳的话，推荐这种透明多层的分隔盒，我用好几年了。自贡螺丝、平头螺栓、钉子垫片各一层，不打开也能找到需要的东西在哪儿。这个卡扣也比想象中耐用，我高强度用还坚持了4年多。最后再说个小技巧，螺丝多担心松动的话，可以用记号笔像这样画条线，检查的时候看哪个没对齐，哪个就松了，就不用全部都拧一遍检查了。也有专门的螺丝胶，不过大部分人都用不上，知道这回事就行了。螺丝部分在我认知内基本上就这些内容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错误的地方还请评论区指正。下期我们说一下常用的 DIY 必备的工具有哪些，那我们下期再见。